So there's a market up here, and there's a park here. I don't know anything besides just my, observations of it now. Like, I'm never in this area. I don't really cook, but well, it looks good though. I feel like I should because, I don't know, to be like a functioning human being and not just eat instant noodles constantly, but it never happens. I don't know, I don't cook. I can't like tell you anything about these vegetables, like what to make of them. They look fresh, I guess. 大家好，我叫陈柏伟我之前是一个电影制片，我在亚洲做商业电影，那包含中国、包含香港、台湾、日本、印尼都有我的作品。那我最后一部作品是《幸福路上》，在2017年结束之后，因为关心台湾的政治跟社会，所以我选择拜访各个社运团体跟这个政党。那接触基进党之后，我觉得基进党是台湾目前最需要的一个政党跟政治角色，所以我那时候就表示说，我愿意帮助这个政党，希望让台湾越来越好。那党主席就说：“好，你要帮助我们，那你出来选，因为这样子走上政治路。”那为什么会决定加入基进党呢？然后这次为什么会决定参选呢？第二次台湾的政治革命里面，第一次它是有一个台湾人政府组建起来的民进党，里面有很多不同社会路线的，包含保守派跟进步派，但是他们原则上是以台湾人为这个政治理念跟政治的地盘的抢夺，所以它里面可以说是地方诸侯、不同派系、不同想法的人集合在一起的。那它需要一个它需要一只鲶鱼，是坚定理念，然后引领台湾人、引领台湾政府往台湾的方向去走的。包含社会自由化，包含政治民主化，包含这个国家自主化，这一些东西都是基进党的核心思想。所以，我认为基进党的存在会是对台湾政治往好的方向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定锚点。那你觉得这次选举跟其他过去的选举有什么不一样的呢？有什么重要的议题可能是不一样的？我认为这次的议题应该会聚焦在不只是所谓的国际议题更是所谓的两岸，也就是台湾跟中国的关系。因为从去年我们看到一个明显喊出9·2共识、喊出这个中国口号的共产党口号的拉进来打出去的这样子的一个亲中候选人，从高雄市长请假来参选总统，再加上国际的事件，包含美中贸易战，包含这个毒药丸理论就是不能跟非市场经济国家经商的这样子的一个全球态势情况下。全世界上最大的计划经济，也就是非市场经济国家中国，正在透过以商逼政的方式在影响全世界。所以，再加上香港反送中议题，台湾这一次在主权上的所谓国际关系或两岸关系，一定是选举议题面的重中之重。那你觉得你选区内呢？像可能就是选民会想对他们来说什么重要议题？我认为台湾的民主大概只有30年。所以，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受过民主教育或是一个100%的公民，知道在选举的时候应该要做出优先议题判断。比较多的是，选谁看起来对我比较好，选谁比较能够接触得到，是现在台湾民主在普遍资讯比较不发达的地区关注的议题。所以，像我的选区，它是台中相对比较城市发展没有那么充分的地方，他们关心的议题就会比较像是。我有困难，我可以很快的找到政治人物帮忙。那我的对手他是政治家族嘛，包含妹妹也是，包含他自己也是，包含他的爸爸也是，所以他们在地方上所谓的地方派系势力就特别绵密。所以选区的选民他们比较关心的是找不找得到人。那你觉得这次比如说就是民进党跟基进党在合作，然后看实力也是开始就是分散这样子，所以你觉得这反映现在年轻人在台湾怎么参与政治？台湾的年轻人又是以大概70年1980年开始，有一群人大概40岁以下，他们是接受完整民主教育的，所以他们的选项再加上现在的社群媒体他们是可以一次喜欢很多人，比如说就像 Instagram， 我们可能喜欢长头发的，那个长头发的都 follow， 然后喜欢这个瘦的就瘦的都 follow。可是你叫他只能选一个的时候，他才会
他才会开始挣扎，我要选哪一个。所以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讲，他在关心政治的这个人物的时候，他可能会同时喜欢很多人。你也很难跟他说你只能喜欢一个，这种的相对是少，对中间选民来讲。所以这样子的族群，这样子的群众，会影响这一些政治人物，他们会想要做出自己的市场区隔。比如说时代力量，他可能就会觉得说，我要有自己的主体性，我要跟民进党不一样，我们党内不要有小绿，所以他会把这个东西拉出来。可是基进党的认为不一样，那一样要做出市场区隔。我们认为我们是大绿，我们是战斗绿、钢板绿，民进党才是小绿。因为绿是台湾的话，民党某种程度它要迎合最大市场需求，所以它必须要没有那么激进。那我们的存在就是拉出一条我比民进党还要激进的路线。那你觉得像激进对你来说有什么定义呢？像可能相对来说只比民进党，像激进党会怎么比较激进？比如说这次的中共代言法哦，从没有东西到去国外做功课，到写出草案，再根据这个台湾的法律，不管是体系的不同，欧美体系跟大陆体系的不同，或者是我们有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与这个国安法的不同，我们慢慢的把代理人法修到台湾可以用的状况，然后再因应这个普遍社会能不能接受，因为一定会有人反映说啊，这个是所有的外国都要限制还是怎么样？就是在这个修正的过程，其实就是激进它存在的一个特色。我们做了，然后民进党会跟，我们再做往前做，民进党再跟，然后最后呢，我们可以接受普遍社会决定的最后的结果。因为我们现在是0席次嘛，即便我们进去的也才1席，但是有113个人在里面决定要怎么做，所以我们是我们公民社会走在政治人物前面，然后让政治人物去跟。那未来进去的也是继续扮演这个角色，把台湾的这个边界，把台湾的法律漏洞慢慢一个一个补起来，然后把台湾现在面临中国渗透的问题，把它围堵起来。那你觉得现在这几年很多年轻人参与政治在台湾，然后可能参选，像你觉得这会反映国际趋势吗？因为我觉得可能这几年就是很多人也是用社交媒体啊这样参选啊这样。媒体或许可以包装，但资讯的多元会让包装很快的崩坏。所以就像去年韩国瑜看起来包装得很好，可是今年他就没有办法，他的这个妆容就卸掉了。所以多元文化社群媒体它是让大家可以更快的看到事实的真相，但是媒体的存在本身还是取决于它也只是一个管道，但是取决于这个人的本质，这个政治人物的本质，他到底是投机的性格，是务实的性格，是表演的性格，这些东西还是取决于政治人物你如何去表现你的政治理念跟你的行为模式。所以我不认为社群媒体或者是年轻人的加入改变了政治啊，或者是迎合国际趋势。我们其实还是一个在民主发展中的国家，只是说从太阳花运动以后，年轻人比较愿意主动参与政治。虽然在法律上的门槛还是很高，比如说参政的这个费用啊，然后当选的门槛还是有困难，但是这一整个2014来的潮流，一代新人换旧人，这个东西的确是普遍存在的。那最后还想跟观众说呢？像不管国际或是台湾的，台湾是一个没有国家的国家，是一个民主还没成熟的民主国家。那还有很多事情，我们都必须要比其他的国家更加倍努力来搭建而成。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现况是 Republic of China， 那你到底要 China 什么？我们一直没有办法去跟人家解释。当我们讲台湾的时候，又会变成台人。所以国际上虽然知道台湾，但是他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自己对外宣称是中国。我们台湾从来没有跟国外要求说，请叫我台湾 even once。所以在国家这件事情上，还需要大家一起努力。我相信年轻人都有这样的想法，我们跟中国不一样，这个是目前最低的底线。在过去，我们跟中国一样，这件事情就没有办法接受。那第二个是我们的民主才33年，跟全世界的民主比起来，我们都非常年轻。然后我们在公投上，我们在议题的讨论上，有的时候都还没有办法在每一个议题上被广泛的讨论。所以我们认为民主深化也是要加倍努力的工作。这件事情不可以丢给时间，或者是丢给政治人物，这是每一个人的责任。那其实政治即生活，生活即政治。透过讨论，透过分享，透过这个沟通，
让民主这件事情真正落实在每一个人身上，这是所有台湾国民都要加倍努力的事情。